我们华夏族的祖先以及我们传说中的神，都有坚韧的品格，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对抗自然界里的困难，包括怎样填饱肚子，怎么创造了衣服，还有怎么创造了文字。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传说里，也有一个普通的老人以及他的子孙后代，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了自然界。他用的力量可不是什么神力，也不是什么 super power 超级力量，而是坚韧性格。想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吗？请跟我们一起听一听吧。在听故事之前，我有问题要问艾玛和妮娜啦。先问问艾玛，艾玛，如果你是一个超级英雄想象一下，你如果是个超级英雄，你用你的哪一样超级力量帮助滚治理洪水呢？想象一下。用我的水力量把很多水都流下，都喝干。哇，你的 super power， 你的超级力量就是喝水是吧？哇，这是一个很棒的超级力量，谢谢。OK， 妮娜，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天帝的话，你会怎样防止鲧去把熙壤偷掉？你先等一等，让妮娜先想一下，好不好？他收拾你。我把它收拾你。我也给另外一个办法。OK，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？你说一下。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？把他的衣服扔掉。把他的衣服扔掉，然后他就不能出门了，是这个意思？好吧，好吧，谢谢。我也可不可以说我的 OK， 好了，谢谢。现在你刚才也有一个答案，对不对？是的。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大家？我给他说，你今天不要偷，我明天就给你给。哇！如果要是你不偷的话，我明天搞不好会借给你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的。那我可以偷。哦，你又有办法了。你又有什么办法了？因为想弄在我的上面。OK， 你们俩的答案都非常棒，谢谢你们。好啦，现在我们要开始讲今天的故事啦。古时候有一个叫愚公的老人，他快90岁了。在愚公的家门口有2座非常高的大山，其中一座山叫王屋，另一座山叫太行。2座山极高，占地700多里，非常大的山啊。2座大山正好挡住了愚公一家出行的路，他们每次出门都要绕过2座大山，所以要走很久很久。虽然每次出行都很麻烦，但是面对2座大山，他们也无能为力。一天，愚公突然对家人说：“门口的2座大山挡住了我们出行的路，我们一家把它们挖走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”孩子们听了，纷纷赞同愚公的想法，只有愚公的妻子不赞成。他对愚公说：“你连魁父这样的小山都挪不走，怎么可能移走王屋和太行这样的大山？况且那些挖出来的泥土和石头往哪里扔呢？”大家听后说：“可以把石土倒进
渤海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愚公叫来了儿子和孙子，他们挑着扁担，拿着锄头就出发了。三个人来到2座大山前，有人用锄头凿石头挖土，有人用簸箕往渤海里运土，干得非常起劲儿。愚公有个邻居，京城市的寡妇，他的儿子才7、8岁，母子俩很钦佩愚公一家，于是他们也帮助一起移山。就这样，他们开始往复于渤海和2座大山之间。河曲有个叫智叟的老人，他觉得愚公的行为太傻了，就凭他们的力量，怎么可能搬走2座大山？他嘲讽愚公说：“你都这把年纪了，拔山上的草都困难，还想搬走2座大山？”愚公笑着对他说：“虽然我年纪大了，但是我有儿子呀，儿子会生孙子，我的子孙会越来越多，而大山会被挖得越来越少，总有一天会被挖平的。”智叟听了无话可说，就走了。守护王屋和太行的山神知道了这件事儿，见愚公一家很执着，不肯放弃挖山的行动，他非常担心愚公一家一直挖下去，会把山给挖平，于是就向天帝禀报了这件事情。天帝听了天神的话之后，非常惊讶。愚公坚持不懈的精神感动了天帝，天帝便对山神说：“没想到这个愚公这么有毅力。”于是就下令让大力神跨额氏的2个儿子搬走了2座山。大力神跨额氏的2个儿子力大无穷，他们接到天帝的命令后，立刻飞到了王屋、太行2座大山前。只见2个人分别轻松地举起了1座大山，并把它们背在了身上。随后2个人就各自背着1座山，一阵风似的飞走。他们分别朝着朔方和雍州的方向飞去。最后2座大山分别被放在了朔方的东部和雍州的南部。2座大山被搬走后，门前再也没有高山阻隔了。愚公开心地笑了，儿孙们高兴地手舞足蹈。愚公移山的精神也被传承了下来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。愚公移山的精神鼓励人们做事情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坚持不懈，持之以恒，就一定可以成功。直到今天，这种精神仍值得我们学习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讲完啦，我又有问题要问艾玛和妮娜啦。先问妮娜，妮娜妈妈想问问你哈，如果你被穿越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里，你想当谁呢？这故事里的谁？是愚公，还是他的子孙，还是神仙，或者是谁呢？神仙的宝宝。你想当神仙的宝宝？哪个神仙的宝宝呀？那个跨额氏的大力士的儿子吗？哦，哇哦，为什么呢？也他会搬一个很大的山。哦，这个力量很棒，对不对？哦，很棒。
艾玛，设想如果你的家门口有山的话，不用像愚公那样搬山，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？你会怎么做呢？我用那个 hydraulic press 把那个往上面提一下，然后就在下面弄一些齿轮，然后就把它搬走。哇，万万没有想到你对 hydraulic 叫什么 press， 这个就是很有工程学的这个语言，把它描述了一遍，描述的特别棒，很棒，太棒了。妈妈，这个妈妈。hydraulic press， 它的中文解释叫液体压力，是这个意思。哇，太棒了！很棒，这也是对，这是一个用现代的技术解决古时候神话里的一个故事的问题，很棒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。从下一集开始，我会讲中国的《格列佛游记》。它的精彩程度可不输给爱尔兰作者的真正的《格列佛游记》啊！搞不好，《格列佛游记》的作者还是跟中国的这本书得到了一些灵感，才写了他的著作。想知道中国的《格列佛游记》讲了一些什么样的神奇的故事吗？请订阅并且继续关注我们吧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晚安，拜拜。Cut。OK， Emma， 如果你是超级英雄的话，你会让Sorry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全部讲完啦。从下一期开始，我们会讲。你在弄什么？刚才打开。OK， 重来。好啦，今天的问题，哎呦，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啦。从下一集开始，我就要开始讲中国的《格列佛游记》。